据我所知 ，Mercedes-Benz 即将在2022年推出第6代 W214 E-Class， 所以到时候这个从2016、2017年就开始销售的第5代 W213 E-Class 就将走入历史。那我今天就透过这一集 Mercedes-Benz E200 Facelift 的影片，好好的来跟 W213 做一个道别，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介绍这个第5代的 Mercedes-Benz E-Class。那如果你是忠实观众的话，相信你之前已经看过我介绍 Mercedes-Benz E300 AMG Line， 今天我介绍的这个 E200 呢，就是比那个 E300 便宜了49000块马币。所以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move on。改款版 Mercedes-Benz E200 的最新售价从327,950块起，也就跟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它是一个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车款，所以它获得了0% SST 销售税的豁免，就变成改款了，可是价钱没有起多少。那我之前介绍的 E300 用的是 AMG Line 套装，而这个入门版的 E200 就用 Avantgarde。那 Avantgarde 其实就是大标的意思 ，Elegant 是小标，而目前 Mercedes-Benz Malaysia 旗下只有最新的 S-Class 是用小标，其余从 A-Class、C-Class 到 E-Class 都是用大标。那你看到的这个前格栅的造型呢，它很有可能是未来 W206 C-Class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会采用的一个前格栅。那因为这个比 E300 便宜了49000块，它自然没有 Multi-Beam LED 车头灯，用的是 Mercedes 标准的 LED 大灯。Front bumper 下面这边也没有 fog light， 它用的是一片 chrome 还有 high gloss black 的材质，这样子。这边有 parking sensor， 还有一些假的风网是封闭的啦。我常跟行家讲，周董是我的偶像。我常跟行家讲，周董是我的偶像。我们做的都是 Benz。我常跟行家讲，影片、照片只是给你做参考，那实际上一台车子长得如何，你要在路上看到才会有更加全面的画面。昨天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我从远远追着它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哪里不对路了，因为我既然分辨不到它到底是 A-Class 还是 E-Class。当我越来越靠近它的时候，我知道 OK 这个肯定不是 A-Class， 因为车很长很宽。那它会不会是改款版的 C-Class 呢？又还没有到。我一直在头脑里面在消化说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因为刚好我割了它过后，下一辆又是一个改款前的E200，我觉得那个车尾灯分开感觉上比较大气啊。这个尖尖这样子，它是很年轻没有错，可是就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我相信我之后你看到 W206 C-Class 那个车尾灯也是长到一样样这样子的。那这个E200很肯定它就是比 E300 便宜，所以它就没有这个Power Tailgate 电动尾门。你要用手去按它，也没有把灯。它这边虽然看起来有这个双出或者是4出排气管，可是如果你把手伸过去的话，不会烫的啊。OK， 因为它是 Gosong， 它是一个假的，真正这辆车子是只有一个排气气管，这也是做美做好看的。就像 BMW Malaysia 没有为改款版的 G30 加入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Mercedes-Benz Malaysia 也同样没有为改款版的 E-Class 加入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所以改款前、改款后同样是这个 M264 引擎，也是 2.0L 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9速自动变速箱，它同样是输出194 horsepower 和320 Nm， 也就比那个贵了49000块的 E300 少了61个 horsepower。所以这个194 horsepower 其实还比很多的日系 D segment sedan 还要来得小。改款版 E200 和 E300 最大的分别是它的轮胎尺寸小1寸，它是245/45R18寸，用的是 Michelin 的 Primacy 3轮胎，而看花纹来说，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省油的轮胎。然后这个轮圈是18寸的 5 Twin Spoke Light Alloy Wheels， 它比这个 E300 的看起来正常一点。改款版 E-Class 的车身轴距同样是 2939mm， 那因为 W206 C-Class 即将要到来了，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 W206 C-Class 呢的车身轴距是比这个 E-Class 短了74mm， 那74mm 来讲，对轴距是相当的大的，所以很肯定，不管 C-Class 怎样改款，它还是不会长过 E-Class。而就马来西亚的市场来讲，目前我还没有收到风说 Mercedes-Benz Malaysia 会像 BMW 这样子推出什么长轴距的C-Class， 就像 BMW 有长轴距的3 Series 这样子啦。所以就马来西亚市场来讲，一般上大家除了是买 S-Class 之外，基本上 C-Class、E-Class 都是保留在 Standard Wheelbase 标准轴距。
OK，Start engine。Right。首先，你会考虑要购买100-200的话，那你肯定是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省下一个49000块，我只是要一个新款的 E-Class，I don't care 里面有什么 spec，as long as 它是一辆 E-Class， 它看起来够 premium， 它有 Mercedes-Benz 的 logo 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打算去用E300来压它，说E3005哈密1波哈密。所以我主要要讲的是它跟我之前在2年多前介绍的E200有什么不同。那主要是2点，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座椅前面的这个方向盘，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全新的 T 字形方向盘。那E300那个呢是蜻蜓式的方向盘，它就是不像以前这样子用那个 BlackBerry 的 Trackpad button。它用的是 Touch Sensitive 的 button， 就是整片一个 panel 这样子的，然后它是靠你的手指去 agak 去触控它的，这样子去滑。那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让我想起 Volkswagen Arteon 或者是 Volkswagen New Golf， 都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当然，作为一个汽车媒体工作者，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车商要把好用的东西变成这种不好用的东西？不过他们要这样用，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啦。But so far 我是接受唔到。再来 Mercedes-Benz Malaysia 还静悄悄的把 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和内建的导航地图给抽掉了，中控台这边也少了 Analog Clock。那除了这个非常美丽、非常新颖的方向盘之外呢，这个 E-Class 它用的是最新的 MBUX 的作业系统，所以你讲 Hey Mercedes，How can I help？基本上来就是跟最新的 A-Class 一样的东西，所以中间那个拖出来的旋钮也没有掉了，就变成一个四方形的 Touchpad， 然后里面是有支援这个4G SIM 卡的，所以它可以独立的上网去用 Mercedes Me 的功能。再来改款版的E200里面所有的 USB 接口都换成了 Type C，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是 Type C 的话，你就要找这种 Type C to Type C 的 cable 才能够连接它。那你连接 Android Auto 过后呢，你在荧幕这边按下 Android Auto 的 button， 它就会切换去 Android Auto 的界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是一个12.3寸的宽屏荧幕，可是当你启动 Android Auto 的时候，就是旁边会留边这样子，而不是像 Lexus 或者是 Kia Carnival 这样子是给你 multitask 的啦，就是左边 Android Auto， 右边 Google Map 这样子，它不可以的。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最新的 EQE 了，就是下一代的纯电动版本的 E-Class。所以 EQE 呢又跟最新的 C-Class、S-Class 不同了，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 panel， 不会再有这种密密麻麻的 button， 它整个是相对的简洁 ，right？ 然后 speaker 方面呢，我肉眼看到的是只有6个 speaker 啦，就是这个门边这边门板上面 A 柱这边有一个Tweeter， 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 mid range， 所以这边2个，然后后面的门板就是扶手那边上面各有一个，所以我这样看是6个吧啦，我不确定还有没有隐藏式的 speaker。那这个E300就是你看都讲不要讲 E300 咯，还是要讲E300 是590瓦13个 speaker， 那国外最 high spec 的 E-Class 是可以去到23个 speaker。But you get what you pay。当然，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方面，这个改款版的E200现在是标配了这个 Active Brake Assist， 就是前方预防碰撞的自动刹车系统。你可以选择 Early、Medium、Late 或者直接跟它 off 掉。再来，它还有这个 Blind Spot Assist， 就是盲点侦测系统。不过它就没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这些东西，它都没有。然后当你 reverse 车子的时候，它有 reverse camera， 不过它没有360，然后抬头的话，它也没有玻璃天窗，所以 that's it。这个E200虽然在中控台这边有这种 open port outward 开孔式的木纹，不过整个中控台这边就用了这种 aluminium 的饰板，就看起来没有像 E300 这么 atas 啦。但座椅的话，我觉得跟 E300 式的被估量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同样是电动座椅，可以有非常多项的调节。10年前，如果你有290多、300多千的预算，基本上你要买一辆 Mercedes， 你的选择并不多。可是来到2022年，你要买一辆 Mercedes-Benz， 除了 E-Class 之外，你可以买得到高配的 GLC 300，或者是7人座的 GLB 250，它同样有这个60/40分离倾倒功能，在它的同级 E segment 对手就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当实用的东西。再来 ，OK， 这个是40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扶手，有一个储物格，2个杯架，是一个 standard 的东西。
而且100-200也有这个遮阳帘 ，OK 是非常齐全的。这边的 USB 接口也换成了2个 Type C， 还有一个12V 的 socket。再来就是这个2个冷气出风口，不过就不能够调整温度等等，就只能够开跟关。那 E-Class 的腿部空间就是基本上它虽然是宽，虽然是大，头部空间也够，但是它比较适合坐2个人罢了，因为中间这边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子，它在国外也有4轮驱动，所以变成它有 differential， 可能有 exhaust pipe， 可能有各种的东西要放在这个地方，就一定是涂上来这样子磨边了的啦。当然100-200它是有那个 brown color 的皮革，不过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黑色皮革。OK， 首先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驾驶模式。那100-200一样有 Eco Mode、Comfort Mode、Sport Mode、Sport Plus 和 Individual Mode。在 Individual Mode 里面，你能够调整的东西不多，只有 Drive、Steering 跟 ESP 3个东西可以给你调整。那我们现在一般的驾驶就回到去这个 Comfort Mode。OK， 好的，我们就用这个拨杆来移动车子，因为 Mercedes-Benz 没有记错的话 ，E-Class 好像是最早几个用这种拨杆式的排档的系统。OK， 所以我们就走。其实这个100-200就这个1605公斤的车重 ，with 194 horsepower 320 Nm， 我觉得是不够的。它不快，不过它也不慢。你拉大油，它不会让你感觉到慢这是重点，因为它的0到100是7.4秒。你看194 horsepower 0到100 7.4秒，而那个 Honda Accord 1.5 liter turbo 的 Honda Accord 有198 horsepower， 比它多了4个 horsepower， 可是它的0到100要 9.1秒，9.1 7.4， 你就看到那个分别了，因为那个是 CVT 嘛，那这个就是 Mercedes-Benz 算是最实用的一个 9G-tronic 9速自动变速箱，所以你的牙越多就变成你的起步更加的快，它密了嘛，所以我觉得它的优势就在于，很像你看我现在，然后慢慢这样走40、50，慢慢这样子，它是不急不徐的，那车子也不会说怎么讲太过 turbo lag 因为这个改款过后，虽然动力数据是没有改变，不过你跟早期第一帮的这个100-200比起来，它是 smooth 了很多的，它不会这样冲啦。那这个是18寸的轮圈嘛，那18寸的好处就是它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轻巧。那我们稍微要点一点油门。它还是非常的 OK 的。OK， 那过 corner 的话，快一点过。作为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的 E-Class 呢，它的320个牛车米都是属往后轮。你看大车你在过 corner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稳，这辆车子。柴油。俗话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如果你没有驾过255 horsepower 的 E-Class，或者你没有驾过200-300匹的车子，就其实讲真的啦，据我所知 ，E-Class 的车主没有多少个人知道自己的车有多少马力、多少扭力啊。只是很多时候大家只是为了追求马力而追求马力这样子。我说这句话从一个 automotive journalist 的嘴巴讲出来是有点奇怪啦，因为我们不是应该崇尚大马力的车子的咩？不过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用500-600个 horsepower 在作为 daily drive 啦，所以 as long as 它能够很舒服的行驶那车子的这个隔音表现 OK， 驾驶起来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一些噪音就可以了，它就能够完成它的任务了。你未必要去到163S 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的 OK， 所以
现在 Sport Plus 模式走着，然后大概160、170这样子的 speed。OK， 我觉得其实18寸啊，你去到太快，真的是会有一点点不够稳啦。所以我个人觉得 E-Class 要去到19寸才比较妥当，就方向盘你会 feel 到整个车子比较 firm。我现在用这 Cruise Control 把时速设定在110，所以透过这个 Progressive 的仪表板，我就知道我的 RPM 在1700到1800转，1700、1800、1700、1800这样子罢了。所以当你在长途 cruising 的时候，它是会用8号牙到9号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车子是非常的省油。所以坦白讲啊，你一个1605公斤的 E-Class 啊，只有194 horsepower 320 Nm， 并且你看我刚才在全力加速的时候，那个引擎的声音是大声，可是它是高亢的那一种大声，给我抖龙的那种大声，而不是好听的那种大声。这种感觉就像跟音响是一样的，你烂的音响呢，你要开到很大声才会听到那个声音，然后你好的音响就是你有好的 amplifier， 你有好的 DSP， 你有好的 tuning， 变成有时候你用好的音响，你的 volume 不用开到这么大啊，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它的 bass， 它的各种的细节都听得到。你的声音大声，可是大声到来你不觉得自己很饱满啊？它很单薄，很高亢那个声音。To be honest， 它是不舒服的呀，你会觉得自己呀，你知道吗？就是少了一点点的感觉。不过坦白讲啊，E300也是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要买 E-Class 的话，最好就是 6 cylinder 的 E-Class 了。没有错的话，国外应该有 E450， 就是我之前驾 GL E450的时候的那个3.0 litre 6气缸 with 48伏的系统，那个我觉得是才能够衬托到 E-Class 的E-Class 的价值在那边。那这台车子的 individual mode 只可以调整3个东西嘛，就是 Drive、Steering 还有 ESP。Comfort mode 的 ESP 模式。放，它会摇3下这样子。那我现在把 ESP 调整去 Sport Plus，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 Sport Plus 的抓地力模式。OK， 可能飘的飘。所以当你去到 Sport Plus 的这个 ESP 模式的时候呢，你会 feel 到车子是它不会像刚才这样子这样子。在你4个轮那边防止你打滑去咬你，它会让你去甩，让你去飘。不过这个Sport Plus 的 ESP 模式或者关掉 ESP 模式，只建议在没有车空旷的道路 ，OK， 一般最好是不要这样子用啦 ，OK。所以又到了我们做conclusion的时候了。这个 E200我觉得不值得购买，它的原因就是它有一点 underpower 啦，194 horsepower 320 Nm。你在 Comfort Mode 的时候，一直会有一种觉得力不从心的感觉。那里面的东西 OK 啦，有 Ambient 啦，有该有的东西，不过就少了一点 Premium 的感觉，因为没有高级的音响系统。还有一些看起来有点阳春的配备。那值得购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台 Mercedes-Benz， 它是用 Mercedes-Benz 的 engine， 它是用 Mercedes-Benz 的 gearbox， 它的车头有 Mercedes-Benz 的 logo。它的车尾有 Mercedes-Benz 的 logo， 它的方向盘上面也有 Mercedes-Benz 的 logo， 所以值得购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辆 Mercedes-Benz E-Class。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就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OK。我现在在油中巴之间的一条小路，我就开 Sport Plus， 我们来体验一下 E-Class 过弯的魅力。因为它是Sport Plus 会比平时还要来的有力。过弯，又是细嘎抓，哇，这边真的是细嘎抓天堂哎！你们要看细嘎抓的可以来这边啊 ，anytime。不管是几点，都会随时有细嘎抓出现，大只的、小只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你都看得到。